是柯英雄吧？我是，请问这是？别连这动作，不好意思，将用柯英雄些许时间，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请问，什么事？柯英雄是澳门的民意选手，经会议员义务部主任，议员怎么派人干其他细节的活了？这也未免太粗重了吧？今天我当班，顺便而已。顺便？啊，我没记错的话，从医院到这个坟场应该不到1个小时。柯医生，这是遇到什么意外了？啊？怎么花了2个多小时？下午医院接到同善堂的求助，棚屋区那边发现多具瘟疫死者的尸体，慈善运尸队呢只能收拾，没有进行防疫消毒处理的能力。为了防止瘟疫扩散，医院必须派防疫医生前来协助。正好医院呢也有尸体要进行转运，我来运尸就是顺便去那边去处理一下防疫消毒的情况，所以耽误了些时间。啊，是吗？啊，如果你还不清楚，这个是同善堂跟我交接的文件，上面有这次收尸和关于防疫消毒情况的详细记录。好，谢谢。能把车厢打开看看？里面的尸体都还具有传染性，你确定要检查吗？柯英雄都不怕，我也可以向你学习嘛。走。根据防疫规定，医生不能随意接触未经处理的瘟疫死者尸体，所以这个您请便吧。柯医生，打扰了，我可以走了吗？请便。哥，谢谢你啊！路上小心。嗯。妈妈，我好饿，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新梅饿了是吧？饿了就先吃一点，不用等爸爸。不，我要等爸爸回来再吃。哥哥跟你一起懂，等爸爸回来一起过年。哎，干嘛？找人啊！哎呀，这里面都是死人，哪里有到这找人的？哎，走了走了。我们真的是过来找人的，拜托让我们进去吧。不，侯先生，让我们进去吧。不能进，乔小姐不能进啊！柯医生，
柯先生，他们非要进了。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柯医生，救救小鱼吧！那边已经开始掩埋了，我们得快。何贤，问过了，同善堂最后运来的2只尸体都断在那一片。小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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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鱼在这儿！小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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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脉搏。来，虽然你们做了全身消毒，但安全起见，还是喝点预防的药物。谢谢。孩子我检查过了，没什么病，就是饿的。只要营养跟得上，很快就能恢复。你们也累了，都回去吧。我没关系，反正我回去也是一个人。柯医生，今天晚上我在这儿陪小鱼吧。也好。何先生，大过年的，家里人都在等你，别让他们太担心了。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也想散散心，就一起走走吧。哎，回来了！回来了！小马，还是你跟大家说吧。诸位，就在2个小时前，总督府接到南洋前线战报，日本陆海军联合部队对葡萄牙在南洋的殖民地东帝汶发动了全面军事进攻。政府原本还抱有幻想，认为日寇的武装封锁只是为了恫吓，日本起码会在乎对葡萄牙的外交关系。现在事实证明，日本根本就不把葡萄牙放在眼里。葡萄牙政府已经通知戴斯勒总督，是否签约，并接受日方一切条件，由澳门自行决定。这帮鬼佬，平时耀武扬威，这时候成缩头乌龟了，这欺软怕硬。呸！什么葡萄牙，软柿子而已。高会长，马先生，我有个问题：政府如果签约了，那澳门跟被日本占领了有什么区别？
诸位，当下的关键还是在粮食。如果不能解决饥荒问题，就算政府拒不签约，一直拖到日寇出兵，那也只不过是徒增澳门被饿死的人数。总督已经决定，于明天下午召开政务会议，投票决定是否签约。就算明天的决议不通过，最后期限也只有4天，搞不来粮食，解决不了饥荒，就迈不过这道生死关。诸位港澳商界的同仁们，澳门能不能自救，还得倚望大家群策群力。诸位有何良策？傅先生，崔先生，您2位可是澳門數1數2的商業巨子，可有什麼主意？如果係錢嘅問題，我傅某啊，就算賣晒成個身家，都絕無疑話。崔某也是義不容辭，只可惜現在就是有錢也買不來糧食啊。请问，汇龙银号何先生在吗？马先生，你找这个汉奸干什么？汉奸？你确定是这儿？签到簿上留的的确是这个地址。慢点啊！爸，先回来了。到了，这就何建一家。行，你们先聊着哈。伯父，阿文。吕老板，欧老板，你们怎么来了？柯医生，我到了。早点休息。老吕，阿贤，何先生，你怎么来了？翔哥。我是马恩杰。当初在码头，根本不知道遇到的就是贤哥您，我更没想到因为我的事儿，让您和您全家受了这么大的罪。对不住了，贤哥。没关系，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只要那批物资安全的送到了，一切都值得。阿贤，怪我们不识好人心。道歉的话，我已经没脸多说了。这是当初我拆借汇龙的款项，如今连本带利，如数奉还。这是我的。贤哥，我们来的时候碰到了伯父、嫂子，还有孩子们，都在等你团年呢。他们早就饿坏了，正好我们带了点年礼，就当年夜饭，赶紧吃吧。轩哥，我知道这些日子你受了很大的委屈，你心里肯定有说不清有多难受。但好在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这些都过去了。
只有我们一家人能吃上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让他哭吧，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因为他不是为自己而哭。就在今晚，为了救一个孩子，我们去了一个地方，一个这辈子都不想再去的人间地狱。什么地方？当在坟场，万人客。So, no one willing to stay? “怎么了？”领事馆收到军情六处的电报，希望能从香港逃亡的军官中动员1、2个人主动留下，组建澳门英军服务站。澳门英军服务站干什么呢？一来，香港那边如果还有英方人员逃过来，可以有一个接应；二来，利用澳门中立港的条件，作为前哨情报站，秘密搜集省港澳的日军情报。哦，就是留下当间谍。是的。哼，怪不得一个个没声不理的。你们这军情六处是不是脑子有病？他们所有人都上日军的通缉名单了，留下来干什么？作死啊！港盟军目前在整个港澳地区一片空白，总得有人搞情报，为将来反攻做准备。反攻呢？现在能好好活着就不错了。我跟你说多少次了，这儿的人不这么扎头巾。谢谢。大家注意安全。大家小心脚下。谢谢。回去。我知道这个对你很重要，就说出来了。这大过年的，我得回去收拾你们住过的痕迹，摊上你们算我倒霉。谁？
怎么回事？是撤退失败了吗？你没事吧？我没事。他们人呢？他们走了。那你怎么没走啊？我不走了。为什么不走了？我决定了，我要留在澳门，组建澳门英军服务站。我手里是什么？垃圾。不少啊。怎么满嘴胡话呢？你放心，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啊，就是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当间谍，搞情报，你都会？暂时不会，但是我可以学啊。你一阔太奶跟谁学？谁教你？你以为澳门这些特务和鬼子跟你过家家呢？这是要死的行当。连斯跑得比兔子都快，你留下逞这个能？可我有我的优势啊。首先，我只是军属，不会在搜捕名单上，日本人不会注意到我啊。其次，我结婚前在电报局工作过，我会发电报啊。你有电报机吗？就算天上掉个电报机给你，你搞什么情报？去哪儿搞情报？搞完情报发给谁？你上线是谁？军情六处给你联络密码了吗？这些我还没想过。你没有想过，你已经把自己封成大英帝国的女间谍了。我知道，你是为了等威廉吗？我劝你别做梦了，日本人没你想的这么简单。战俘营那么容易逃出来吗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him。我决定留在澳门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过他。那你想的是什么呢？我不用回答你的问题。从今天起，这就是澳门英军服务站，我就是服务站站长。慢点，哎，你好。慢点，注意脚下，注意脚下，小心。慢点。欧大队长，郑平同志，辛苦，你也辛苦了。来，同志辛苦，都慢一点，慢点，同志，感谢感谢，辛苦。多慢点，感谢感谢感谢。辛苦辛苦，来，跟我。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同志，辛苦。澳门的困境。除了表面的封锁，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是背后的原因。背后的原因，武力占领澳门对日本人来说是举手之劳，可他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周章，绕那么大圈子，弄一个所谓的合作计划？他真正的目的究竟何在？我知道，他们是为了物资。香港沦陷前，日本人就在香港开设了不少伪装成英资、华资的贸易公司。目的就是为了抢购我们中国的战略特产，还有大量的英美工业产品。而现在香港沦陷了，内地当然不会再运特产来，英美也跟他们宣了战。这条获取战略物资的路段，日本人就必须找到一条新的贸易渠道。所以，日本人不明着占领澳门，就是要从中国到东南亚的整个地区留下一个国际自由港，由此继续获得中国的战略特产和英美的工业产品。你是金融方面的专家，那么从战时金融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你应该能得出另外的答案。我明白了。
那您快说来听听。进口战略物资离不开外汇。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已经名存实亡。日本想找到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站，而这个地方，只能，也只会是澳门。咱们背后的诀窍想明白了，可怎么才能让澳门挺过这一关？你知道我现在手里有多少粮食吗？整整2000万斤。这笔买卖啊，我就交给你了。柯医生，马先生，我想好了，我要为了澳门把粮食买回来。贤哥之前可是说这种买卖做不了，是什么让你改变心意的？星河的你什么意思？大年初一带一堆猪食过来，你存心找倒霉是不是？啊？大荣，黄队长，荣哥说的这堆猪食，就是我们家昨晚的年夜饭。要不是因为我运气好，遇到了几位朋友，这年夜饭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呢。所以黄队长，你还要问我为什么改变主意吗？我就说嘛，这世上没有人跟钱过不去啊。既然黄队长把生意交给我，那就是认了我和钱这个人。可人情归人情，生意是生意。既然要合作，我还是要麻烦黄队长把你的底给我交代清楚。好，贤哥快人快语，我也就不掖着藏着了。这中山的米收购价、仓储损耗、运费一共是3毛1斤，2000万斤，成本600万。卖家呢？2块钱1斤，不过分吧？600万的成本，你要卖4000万，黄队长，你胃口够大的。但现在的澳门，有粮的就是大爷，那我就按照2块1斤去找买家。我有一个条件，签合同的时候就得有600万的现款，剩下的3400万也必须开好大西洋银行的期票，货到即兑。黄队长，现在的澳门谁能一次性拿出4000万来？这样的买家可不好找啊。一个不够，那咱就多找几个。我相信你是能找到买家的。行，买家的事情，我再想想办法。还有一条，这笔买卖必须要等到18号下午6点以后。这是皇军给奥普鬼佬最后的通牒，只有鬼佬签了约，皇军才会解除封锁。在此之前，皇军有令，1粒米都不能进澳门。原来是这样啊，黄队长，你怎么不早说啊？害我空欢喜一场。这生意啊，做不了了。怎么又做不了了呢？澳门的粮价为什么会涨上天？完全是因为日本人封锁了澳门。这封锁一旦撤销，各地的粮就会在第一时间疯了一样的涌进澳门。到那个时候啊，你别说2块1斤了，不亏就不错了。这我倒是没想到。那这该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只能不做了。这样，我们在他们签约之前，把中山的米运过来，不就好了吗？你刚刚不是还说，签约之前，日本人不允许粮食进到澳门吗？我是说运过来，没有说进澳门啊。你把粮船就停在码头附近，等日本人一签约，我应该是消息知道最快的人，
我就通知你，你进船卸货，这样我们没有违背皇军的命令。这招高啊！行，那就按照你说的方案办。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说定了。我已经盘点了何凤玉的全部身家，加上房子祖产，也只凑了300万。放眼整个澳门，能拿出如此巨款，也就只有您2位了。期票2位不用担心，合同约定货到交付之后才能兑现。这份合约反正不会真的履行，所以无论计划成败，黄公杰都无法兑现期票。真正的风险是那600万的现款。对，这件事情风险实在太大，2位如果需要时间考虑的话，不必了，这份合同我们签。大哥，有句话不是当讲不当讲。说。哎，大哥，整个澳门都饿得前胸贴后背的，粮在咱自己手里，还怕卖不出去吗？为什么非得拉着那个何钱，让他从中间赚一笔呢？这你都不明白？咱们现在可是头上顶着大汉奸的帽子呢，谁愿意跟咱们直接做生意呀？唉，再说了，就是生意做成了，咱不是还得给皇军上交吗？要让皇军知道咱1斤米卖2块钱，那咱们还有多少油水可以捞？所以我才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中间人，既能搞定商家，又能瞒着皇军。如果有一天就是出了事儿了，经手人是何贤，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大哥就是大哥，站得高望得远。哎，咱这生意还就得交给他。不是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啊，我总觉得他不对头。大哥，你看上回啊，我差一点就抓着那个鬼婆了，他恰好在那时候撒了粮，坏了事儿，说明什么？他是故意的。我觉得不是。你去过他家，也知道他家的情况，谁会为了不相干的外国人，哼，把救命的粮撒了？大哥，你信与不信，这话我都得说。好几千万的生意啊，万一他要是动点坏心眼儿，为了赚钱，没等签约他就把货送到澳门，泽荣座那货要是追究下来，咱可都是掉脑袋的呀。你提醒的对，咱们吃得有后手。还有一个迫在眉睫的风险，必须马上阻止。您是说澳葡政府的投票？今天下午澳葡政府就要召开政务会议，投票决定是否提前签约。如果投票通过，那我们整个计划就全白费了。澳葡政府也是迫于无奈，如果能解决粮食饥荒这个问题，他们应该求之不得。咱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秘密传话的渠道而已。有一个人，应该能帮上忙。乔小姐，我没想到你还能约我再见面。上次在八重天呢，让你受委屈了，我没照顾好你，我向你道歉。洛白博士，其实今天约你出来的人不是我，我是替2位先生约你的。何先生，这个计划的成功与否，完全系于你一身啊！你这可是踩着钢丝绳过悬崖呀！虽然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但是啊，万一你有个疏忽，赔上的可不光是你的性命，还有整个澳门呢。
我相信他，他一定可以。乔小姐，你对何先生有这么大的怕？洛柏博士，如果这样的人你都不能信任的话，那您还能相信谁呢？Excelência, posso entrar por 5 minutos, por favor? Mas a votação está a começar. Apenas 5 minutos. É crucial. 诸位很抱歉，宗督阁下刚刚决定，今天的投票正式取消。在2月18日最后期限到来前，政府将不再考虑提前签约。找到了客户，稳住了奥普政府，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运输船队的问题了。赶在日寇汉奸眼皮底下偷梁换柱，又有足够的船一次性运走2000万吨粮食，放眼整个伶仃洋，恐怕只有一家。大好帮。三爷，马老板，哎，三爷，三更半夜的，你冒着日本人的封锁到我这横琴总堂，不知道有什么大事啊？三爷，您还记得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位朋友吗？就是那个用实际行动教会我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说到做到，讲良心。当然记得，我还说啊，要是找到那个朋友啊，千万记得啊，要介绍我认识一下啊。我今天来啊，就是专门把这位朋友介绍给您。哦。马老板，侯桑，二位的义烈，我黄山河佩服。可是这件事的风险实在太大，但凡有点意外，就是富邦之灾啊！我这个帮主又怎么向列祖列宗还有各位弟兄的家人交代啊？紫霞，这是帮中大事，不可以冲动。三叔，我接下来要说的不是帮里的公事，是我的私事。黄子霞过去有眼无珠，不识一时，几次三番误会了贤哥，今天才知道贤哥的大仁大义，小弟实在是无地自容，所以想当着列祖列宗和帮中的老少的面，向贤哥敬茶赔罪。夏少，使不得，快起来吧。侯桑，过去是大豪帮对不住你，紫霞向你赔罪，本来就是理所应当。贤哥，侠少一片赤诚，不必客气。你要是不喝这碗谢罪茶，就侠少那一身功夫，9头牛都拉不回来。夏少，快起来吧。谢贤哥。三叔，接下来我要说的，才是帮里的公事。刚才两位先生把话说得很清楚，我大豪帮以一个义字行江湖。倘若我们都在这个关头做了缩头乌龟，又怎么当得起忠义千秋这4个字？三叔，海丰堂堂主黄子霞愿率全堂弟兄誓死追随贤哥和马老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还请帮主准许我堂弟兄的自告奋勇。
帮主，各位弟兄们，澳门的饥荒都是黄公杰帮着日本人一手逼出来的。可是这江湖上人人都知道黄公杰是我大豪帮的叛徒，这种叛帮狗贼做下的恶，我们大豪帮若是坐视不理，江湖上会怎么看待我们大豪帮？帮主，我海云堂全堂弟兄愿为澳门运粮，以偿帮中叛徒之罪过，望帮主准许。帮主，本堂弟兄也愿前行。我们也愿。你点亮寒夜里的那一盏灯，照着孤舟你心中的那些人。我回望烟尘弥漫的那一座城，也许能依然听闻风起潮生。你是远方未熄灭的梦，是心中未尽的回声，是此刻穿越人间后夙愿的相逢。你是岁月未忘记的人，是眼中未冷却的永恒，是我会以余生去追寻的路程。你留下黎明前的那一扇门，像这洪流前行中的那些人。我走在万家灯火的那一座城，也许能悄然留存风中雨。